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在之前的影片留言中，有網友推薦我做一期關於尼康 D700 的主題，因此我查了一下，發現這台相機在過去的1-2年中，確實在歐美攝影圈裡有着不小的聲量。而當我收到相機，並且看見實拍照的時候，立刻就明白了它在發售17年後再度被拿出來討論的原因。今天這支影片就請各位跟我一起深入了解這台相機的歷史與魅力。尼康 D700 發售於2008年，這是一個數位相機影響2件重要轉折的時代。首先就是全幅單眼的普及化。在08年以前，主流品牌裡只有 Canon 率先於02年推出自家的第一台全幅單眼 EOS One DS， 成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全幅型號。而尼康則是直到07年才以 D3 加入戰局，但這2台相機的售價分別高達$7999與$4999。換算成台幣，再考量通膨的因素，就像是在今天一台相機賣你45萬元與24萬元的感覺。這個價格很明顯只有最頂端的專業用戶才負擔得起。雖然 Canon 在期間也推出過 5D 這台被視為相對平價的全幅單眼，但售價依然超過10萬元。而這個入手成本所帶來的巨大隔閡，終於在尼康 D700 發布後被打破。D700 保留了 D3 大約80%的規格，尤其是在最核心的影像系統上，幾乎完整承襲了 D3 的架構。更重要的是，尼康將其售價大幅控制在台幣10萬元以內。包含幾個月後 ，Sony 所推出的自家第一台全幅單眼 Alpha 900，也都是不到10萬元的級距。到此為止，全幅單眼終於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平民化，屬於普通玩家只要咬咬牙就能進階專業級的年代。而08年的第二個重要轉折，就是單眼相機開始加入錄影的功能，例如同年的尼康 D90 與 Canon EOS 5D2。因此 D700 還有另外一個標籤，那就是被視為尼康數位相機歷史上最後一批純粹為拍照而生的全幅單眼相機。D700 機身採用堅固的鎂合金材質，具備相當完整的防塵防滴能力。這是一台幾乎不考慮輕量化，而是被預設會投入第一線作業的工作機，延續了尼康長久以來一貫的品牌哲學。機身的握把具有足夠的深度與高度，能夠穩固地貼合整個手掌。快門鈕與前後雙撥盤都位於自然舒服的位置，大量實體按鍵的配置讓操作變得非常直覺。機背螢幕使用3寸92萬點解析度的 LCD， 在當年屬於頂級的規格，即使放到今天來看，效果也完全能夠接受。肩部還有另一個單色背光式的 LCD， 能夠幫助使用者快速掌握機身目前的各項參數，是單反時代一項極具代表性的經典設計。D700 的產品理念並不是追求數據面的極限，而是提供當時最成熟、最實用的核心機能。雖然 D700 在規格上早已無法與現代無反相機相比，但並不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台過時的數位相機，反而明確地傳達出這是來自單反高度成熟的年代，專為實戰而生的優秀工具。現在越來越多的相機以內建濾鏡作為賣點，各種風格化的調色軟體也變得隨處可得。但就是在這樣色彩爆炸的時代中，反而體現出 D700 的魅力所在。它的內斂與自然，提供了一個讓視覺可以喘息的空間。D700 的發色不能只簡單解釋為老相機的味道，或是像底片這種模糊的說法。它的照片之所以呈現出這種耐看的調性，背後是有幾點非常明確的技術選擇。
第一點就是低畫素。D700所使用的1200萬畫素，遠低於目前無反主流的2400萬，甚至4000、6000萬。即使在當時來說，也只能算是中上的規格。但這其實是一種刻意的選擇，因為在同樣尺寸的感光元件之下，更少的畫素能夠帶來更純淨的色彩訊號。第二點是早期 CMOS 的保守演算法。當時的色彩處理邏輯，核心目標是盡可能的保留來自感光元件的原始訊號。系統更重視色彩的還原度還有連續性，勝過刻意運用演算法去增加細節或銳利度。第三點是白平衡的策略選擇。以現代的眼光來看， D700的白平衡可能會被認為不夠準，因為它並沒有急着將所有場景拉回統一的中性標準色溫，反而是選擇讓照片反映出當下環境的真實光線狀態。總結來說， D700的色彩並不是來自某種預設好的風格檔，而是一連串有意識的技術選擇，自然形成了一幅很久的色彩哲學。尼康 D700之所以再次被拿出來討論，我認為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已經消失的設計思維。畫面是否銳利，色彩是否鮮豔，從來不是它的第一順位。更重要的是盡可能忠實記錄當下的情緒與現實。D700這樣的影像風格，也許第一眼會覺得過於平淡，但卻經得起時間的反覆檢視。也正因為如今是一個由演算法與風格化主導影像的時代，我們才能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感受它的平凡之美。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內容。如果你有其他有趣的相機想推薦給我，或是影片中有任何需要補充的地方，也歡迎在留言區和我分享。還沒有訂閱的朋友，也別忘了按下訂閱鍵。我是 Eason，我們下次再見，拜拜。